请问究竟谁会花3600人民币去布置自己的工位啊？这1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你吃喝，就先买上了一个668的电脑置物架，真给我看懵了。还有这些作为打工人需要买的这100件好物，感觉这些人不是来工作赚钱，而是变成了一种消费形式。这些视频内容点进去看了几秒后，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疑问：这真的是办公室吗？电脑屏幕上一定是摆了整排的盲盒家族，周围摆了乱七八糟的小玩偶，左边摆着茶具给自己养生，右边开了一个植物园，还有摆个鱼缸。你确定这些鱼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能生存吗？桌面上这几十样和工作完全不相关的物品全部堆在一起，唯一有用的东西就只有电脑。没错，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想来分析这种形式的过度消费。在看这些工位布置的视频之前呢，我一直就以为办公桌是用来放电脑、文件、笔和水杯，最多也是放个台历。想要弄得温馨一点，就是放一些合照。真正在上班的人想的都是今天的会议几点开始，有几个重要邮件需要先回复，午餐吃点什么，空闲下来再和同事们吹牛。桌面唯一的功能就是让你坐下来把事情做完。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是不是一样的，在公司上班不会放多余的私人物品，就连水杯我都是用一个最抽象最丑的，还有当初我用的电脑架也是公司送的，离职前已经归为自用了。总之一切我自用的物品呢是不会出现在办公室里的。所以你看，现在网上这些工位布置的画面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他们还根据颜色和主题来进行布置，有紫色系主题，有蜡笔小新，有 Loopy， 感觉每天来到办公室就是重新布置和摆放，把时间都用在了不是工作以外的事情。这里呢，小小的预告一下，这些账号内容其实都是推销产品，并不是真的在公司。这个话题呢，我会在接下来慢慢讲。如果你认真观察这些内容，它们的共同点非常明显，都被总结成为一个词：幸福感。买新的鼠标垫是幸福感，换键盘是幸福感，摆张明星小卡也是幸福感。任何一件普通的物品，只要标上了幸福感这3个字的标签，不管这个班上的有多心累，都能瞬间让你感到被治愈。那么在这里我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我并不是说买一点治愈系的小物件是错误的，因为工作都那么累了，为什么不去添加点色彩，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呢？这些道理都懂，可现在已经有太多人习惯了用买东西来安慰自己，累了就要买一个能躺下睡觉的办公椅，焦虑了就拆几个盲盒，注意力不集中就添加几个小摆件，想发财了就对着几个几块钱的小玩意磕头，好像他们真的能让你在今天捡到免费的馅饼。你看到了吗？现在幸福感这个词已经被过度滥用，这些放在卧室里可以是幸福感，放在办公室里也是幸福感，带着坐高铁也能继续叫做幸福感。所以这些画面真的把我搞无语了。接下来给你看的这条视频里面呢，有几样物品真的是把我看呆了。第一个就是这印钱台历，我真搞不懂这玩意儿设计出来是给傻子用的吗？再来就是财神爷摆件，让你来上班前拜一拜，保佑自己发大财。要真有这个时间，在这里摆一堆无用的小摆件，寻求自我安慰，还不如把时间花在工作里最重要的事情。你心不在工作上，人却在给财神爷上工。这个画面我真是越看越想笑。那真正能改变你工作中的状态不是依靠桌面上的摆件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因为当你回到家后照样还是会疲惫，要通宵去赶稿子、赶会议，你的眼睛会酸，腰也会痛。这些摆件在这个时候能起到多少的作用呢？现实里的工位是你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地方，是你喝着凉掉的咖啡，吃着匆忙买来的午饭，处理一堆突发事件。它不需要你去过度消费在这些你生活里可有可无的东西上。你的工位是需要有空间放得下电脑，有地方写字，经得住坐。大多数人只想安安静静把活做完，然后可以准时下班回家，撸猫撸狗和放松自己。
接下来的这条视频让我认为这种工位布置的视频重点是教你怎么在公司先把钱给花光。先看这位月入2万的打工人，可能是那种自己不舍得多吃一顿饭，却愿意在工位上花钱如流水。这一上来就是大笔花销啊，600多的置物架，什么架子那么贵啊？旁边还配了个37.9的3层置物架，两个放在一起，不知道是显贵呢，还是显得更廉价。再往下一个是7块多的茶包收纳盒，就算是便宜也是毫无必要的消费。你从家里拿个密封袋一装就完事儿了。你的台历啊，更不需要因为是线条小狗的设计就要买。每年啊，多的是从超市里、从银行里免费发送的台历可以用。最离谱的就是这台600多的咖啡机，大部分公司里都会有茶水间。我看不懂这600多的价值在哪儿。不仅如此，还有600多的卡皮巴拉的键盘，上百的加热杯垫和桌面风扇，最后就是800多的人体工学椅子。第二条视频是我认为最具有代表性，它包含了虚假的摆拍和人设、过度消费和精致生活。首先，它上来就是表明人设是月入4万的总监，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他都在宣传什么样的低廉物品。正常人来公司都是工作，他一来倒好，先布置个养生工位哄自己上班，再来就是他开始给假花浇水。这个画面真的有把我笑到什么叫做假花也要有仪式感？这句话一说出来，我就知道这账号大部分都是靠摆拍出来的假精致内容。紧接着就是一整套的财神爷摆件和敲木鱼，完全搞不懂他是来上班啊，还是来修仙。最让我觉得离谱的画面是他嘴里叼着一根长的像输液管一样的吸管，这就是把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变复杂，好像不用这个吸管就没有办法喝水一样。最后他展示了一套护肤流程，都是在很多精致女孩坐高铁的内容里面看到过。然后呢，我就去看了他主页里其他的内容，在其他视频里他的工位布置就变成了极简风，还有吸引桃花的布置。看到这里，你就已经知道了，这类内容从头到尾都是摆拍，从头到尾都是把一堆毫无必要的小东西强行塞进画面里。越是这些摆拍的内容，越是有大部分人是不会经过脑子思考，会直接就询问链接去购买。这类内容真正离谱的地方不在于桌面上摆了多少件物品，而是他们永远都有新的东西讲。无论你什么时候点进去，都能看到打工人必备的养生好物，这100件我用到停不下来的东西，每件物品都能找到使用的场景和说服你购买的理由。他们的工位呢，每天都在更新，就必须不停更换和不停摆放，桌面也要布置的比昨天好看。这些廉价的物品被堆得满满当当，还充满着各种多巴胺的颜色，才会让你看起来很治愈。你看办公桌上买了这个爆米花机器、鸟巢托盘和抓娃娃机，它们能给你带来工作的效率，还是提供情绪价值啊？只要这视觉够刺激，展示的内容越多，最后你下单购买它的几率会更高。你别看这些垃圾一样的小东西，它们其实都是最容易卖、最不需要用到你大脑思考。这10几20块钱，你也不会纠结要不要买，只要外观可爱、颜色鲜艳，再加上氛围感，就能让你产生冲动。反正不贵，买一个也不会少一块肉。这种廉价小物品利润其实一点都不低，成本啊可能都是2、3块，他们能卖你9块9、19块9都是赚翻了。这些账号的拍摄场景很多就不是正儿八经的办公室，而是专门为拍摄视频搭建出来的场景，很有可能就是广告公司租了一块地方，按照不同的主题反复布置。而桌面上大部分的物品都是亚克力材质、塑料材质、PVC 和发泡材质，都是质量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也不是让你买回去就能用得很久，只是为了好拍照。它们价格不高，却足以让你冲动消费。最后站在我自己也是个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有人把我们对于生活的小期待当成推销廉价产品的机会。明明只是塑料和一次性的道具，却被包装成能改变你人生的必买好物。我也不愿意看到大
大家因为这种内容开始把情绪依赖给廉价的东西上，把原本简单的生活被这些物品堆得越来越乱。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认可。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